心，做点心，自己动手最开心。欢迎收看今天有点心，做点心，我是主持人伟瑜。我觉得大家看我们的这个点心节目看这么久啊，慢慢也要进阶一点哦。过去呢，有一些材料我们可能都告诉大家说，你可以部分用一些现成的或者是预拌粉来去做，但是其实大家应该做着做着啊，会很想要知道说，那到底这个东西要怎么做出来？那到底那个东西要怎么做出来呢？今天我们就要教你一个，过去我们常常都告诉大家说，可以用冷冻的酥皮或者是冷冻的派皮。今天呢，我们不要用冷冻的，我们自己动手做哦。到底这一层一层的千层的感觉，要怎么样的去营造出来呢？来，欢迎今天的点心老师，欢迎的是佳颖。大家好，我是佳颖。佳颖今天要挑战教我们做酥皮哦。对。酥皮我一直听说很难，你知道它是终点界中的马卡龙，它真的很难，真的很难，真的，因为大家想到马卡龙就觉得很复杂、很困难，那想到终点只要做到这一道，真的就失败率很高。那这样今天看我们的节目的观众不是挫败感也很高？不会，今天所有的重点都会告诉大家，所以大家一定会成功。而且我知道酥皮这一项啊，是不是那个比如说有一些考试啊，或者是检定证照考试都会考到哦。它是必考项目。对，这个因为有难度才要考。所以今天不管你是追求说，我全程都要自己做，或者是呢你想要说，看看我到底有没有这样的这个程度的话，都要睁大眼睛看仔细了。那其实酥皮最好应用的就是把它做成蛋挞，所以我们今天要教大家做的酥皮蛋挞哦。先来看到呢要用到的材料有哪些喽？酥皮蛋挞用到的材料有千层酥皮，油心的部分，低筋面粉200公克，白油200公克，奶油135公克。水皮用到的材料有中筋面粉100公克，白油20公克，细砂糖10公克。鸡蛋20公克，水45公克。蛋挞内馅用到的材料有蛋黄85公克，细砂糖70公克，鲜奶油250公克，牛奶125公克。其实啊，我看到材料的部分不会很难，比较少见的一个是这个白油。哇，怎么这么白啊？对，所以它叫白油。白油，对。这是什么油？它是一种氢化油，虽然说它比较不健康，可是它比较稳定。不会像是酥油，有时候我们做的时候很容易出油啦，就比较不稳定。它就是比较稳定度的比较高的油脂。所以加入这个东西就是要让它一层一层可以酥吗？对。好，所以我要找白油，有别的油脂可以取代吗？就只能用白油。最好不要用那个猪油啦，因为也是怕那个猪油的味道会抢过我们蛋挞的味道。好，所以这个呢是我们比较过去少用到的材料。白油的部分你要用，那其他材料呢不会太困难，但是今天器具我们就要特别的介绍了。这边呢有2大只，这要做什么？对，正常呢就是用这一只，可是呢为了一个酥皮蛋挞，我们要买这一只擀面棍的话，有时候放在家里面定位，所以呢家里面有水管吧，我们用水管就可以了。水管啊，我们要擀压，因为它的层次比较多，那擀压的那个力道要比较重一点。一般的擀面棍擀不动哦，所以要一定的厚度的擀面棍。所以是要选厚一点的，对，重一点的，厚一点的。那真正专业一点就是像我手上右手这个木头的啊，找不到。那我今天示范会用这一支。让你们知道用水管来做的话，也可以做出千层的效果。好，所以呢，这个是你特别要准备的一个器具的部分。还有其他特别的器具吗？就蛋挞模喽。对。好，这个就比较一般嘛，对不对？我不一定要波浪造型的，没有波浪造型的也 OK。可以。就是呢，你要准备大概几个的量？今天差不多是10到15个的量，看你的模子的大小。对。所以你就准备差不多10个到15个左右的模子呢，我们就开始动手做，因为今天比较复杂一点，对，所以我们赶快开始教大家做。我们先来做油心的部分哈，先把这2种油，这一道是我们做比较有一点点不健康的点心啊，但是好吃嘛，很好吃，对，非常好吃。把这2个油脂都放下在盆子里面，对。老师，我今天这个酥皮如果学起来啊，对。
它就会变成那个法式千层派的那个酥皮。这是比较中式一点的哦，比较对，比较中式一点的，只是做法很接近。对，把这2个油脂混合之后，我放入过筛的低筋面粉。那记得还是一样要过筛做钟点也是一样，有一些步骤啊也是一样，要把它就是做起来做出来的事先有先过筛，对，做出来的那个质地才会细致。那把它揉均匀。其实这是油心的部分，就是要把我们等一下油皮要包入油心。油就是包入这么，我刚会说它不健康，就是包入这么多的油，所以它因为它是油心，所以它的油好多很多。对。为什么我不能通通都用奶油就好啦？如果通通都用奶油的话，奶油的味道也太重。对。而且奶油里面还有一部分的是水分，那我会希望我的里面的吃起来是比较干爽一点。对。那白油它有味道的吗？白油的话是无色无味，就是所以它没有特别的味道。对，所以它很好运用，而且成本又比较低。如果是店家的话，他们也会考虑到成本。如果我全部用猪油啦，或者是一些无水奶油啊，那些比较成本比较高一点的，那就对。所以可以顾虑到成本。对。那其实最主要我们用白油的话，也是因为它的稳定度比较高一点点。那我们做这种比较复杂一点的点心的话，失败率就会比较低一些。好，那我们把它拌均匀了之后，这么一大坨我们等一下要包进去那个油皮里面，所以要先把它松弛一下，先让它冰镇一下，等一下会比较好包进来。所以我们要把它装到塑胶袋，放到塑胶袋里面，先冰镇一下，等一下会比较好操作。所以整个这个还只是油心的部分。对，先拌匀。对，先把它整个都放进来。大概要冰多久？冰半个小时左右。对，好，那我要先把它稍微整形一下。先擦一下。所以用塑胶袋也可以让它就是对。那我要把它整成这个样子，4方形。因为我们等一下的油皮是很小一块的，它那么小一块要包到这么大一块，那所以这个要比较小一点，才能够包紧紧的。对，那先把它放在旁边，等一下2个一起下去冰就可以了。好，这个是油心的部分。油心。好，接着我们要来做油皮。那这是中筋面粉，也是一样要先过筛，然后加入砂糖，一点点的甜味。然后接着把白油也放下来，先把这里稍微搅拌一下，拌匀。其实你如果那个留意一点的话，有发现那个我们刚刚油心的面粉跟油皮的面粉用的是不一样的。对，一个是因为我们的皮就是要有一点点的筋度，所以用中筋面粉。那我们的那个油心的部分它是不要有筋度的，所以用那个低筋面粉。对。如果用错了会失败吗？会比较紧一点，会比较紧一点。对。然后接着我加入鸡蛋，增加一点点的香气跟颜色。最后加水哦。那水的话不要一次下我们要就是慢慢加，因为就是每一间面粉厂的那个面粉的吸水量不一定，所以呢就是面粉不要一次下一次下的话你要补救就比较困难一点。那我们像是怎么样的软硬度，像你的耳垂一样的软硬度，就不要再加水了。捏捏看你自己的耳垂，然后觉得说这个软度 Q 度是 OK 的。对，这样子揉。这个就要出力了吗？稍微出一下力气。那我把它就是挖起来，然后揉一下，揉到光滑，这样子。是要到那个3光的程度。对。手光，然后盆子光，然后面团光，稍微把它揉一下，揉个1、2分钟。那你也可以放进去机器里面搅，都可以那其实这个量的话，我们用手就可以了。稍微揉一下，好像不会很困难到目前这个步骤不会。
那其实啊，像这种的比较复杂一点的点心的话，我们可以多做一些。你既然今天要做的话，你就可以多做一些。酥皮做好可以放吗？可以放。其实它这个就是我们吃那个叉烧酥的皮哦，真的哦。对，一模一样的，你就可以做很多的运用。那蛋黄酥也是这样的酥皮吗？不一样，蛋黄酥比较简单一点点。好，这也是揉一下。好。这个比蛋黄酥还要有点难度。我来摸摸看有没有耳垂的。耳垂要这样子掐一下，还是你的比较嫩？差不多，要差不多哦。好，这样子我们也一样，把它放进塑胶袋里面。这样子，你刚刚比一下哦。等一下，老师你说。怎么可能？这个要包这个？怎么可能？这怎么可能包得进这个？这么小一块？那因为这样子哈，我们要想办法，就是要让它比较硬一点，才可以包进去。那我们先把它放进冰箱里面冰半个小时。哦。对。然后等一下会想办法把它包进去的。想办法。对。好。先两个冰起来。这两个啊，都一起放到冷藏里面冰半个小时。冰半个小时。那冷冻的话是10分钟就可以了。好。那当然呢，我们这边哦，因为时间的关系，我们有准备先就是冰镇好 OK 的。对，好。这怎么可能包得进去？等一下，这个要把这个包进去。可以，绝对假的，真的。好，我们打开来看看，哎，它其实它就比较硬一点。冰过之后有像面包的感觉。对，比较硬一点点。软度。好，那我先把一样哈，我们还是一样，不要让它太平哈，要让它比较小块一点点。好。然后接着我把那个油皮的部分先拿出来，先取油皮。对，它松弛过后又更软了，摸摸看，更软了哈，好软哦。刚刚还有一点点的，没那么软。对，它休息了一下。这比耳垂还软呢。对，它休息了一下，所以就变比较松软一点点。那我下面放一点点的粉哈。那我先把它擀开来。好，水管要登场。用水管哈。把它擀开来，擀薄一点。是不是因为像老师说的，我们有充分的松弛，对，所以它就很有延展性，对。对啊。好，把它擀开来，把它擀大，因为我们等一下要包入那么大一坨的油，所以它是要它的比较2倍大，对，才可以把它包起来。好，那我现在就可以把它包起来了，这样就可以把它包起来了。哎，真的包得起来，这样子就是把它想办法把它包进来。好，不能有漏洞，是不是？那这个粉啊，我们要用粉，一定要用的多哈，要不然很容易就是破皮哈。这用的粉是高筋面粉，对，我们要用多一点的高筋面粉。那我们现在要来就是先敲一敲它，让它稍微让它软一点。敲一敲，对，敲一敲，让它软一点。用水。如果它这一支就是现在大家才转过来的，应该觉得这画面很诡异吧？水管不够粗的话，不够重的话，这一支要登场了吗？对，没有，用一支水管就可以了。对。好，所以要把它敲一敲。对，是打扁，对，也不能太用力，是不是？要把它慢慢的、轻轻的打扁它。哦，对。那为什么不用擀的呢？用擀的话哦，你会太用力。我们先让它软一点。对，太用力的话，那个油会跑出来，会破皮呀。因为我们的皮是很薄的。对。那我们考试的话，是不是破皮就是对，不就是失败？就失败，就不过，就扣分。啊，对，怎么那么严格？对。可是以我鱼的程度，应该也可以去考一个证照啦。应该没有办法。好，那我要先来擀哦。老师，你太高估我了。擀开来。那如果你会觉得说，哎，有点黏的话，哈，你这边的粉可以加一点，没关系哈。它的粉就是诀窍，就是一直补粉吗？哎，也不能补太多啦。我们最主要还是要让它吃起来是酥酥香香的哈。补太多的话会干干的。啊，对，这个酥皮那我们要擀成0.7公分左右哈。把它擀开来。好，那我们要来折了哦。折？嘿，怎么折？好，我要先把它反一个面。我们一定要把漂亮的放在外面哈。好，我们要来擀一个面了。哎，老师，你这样子卷起来，它不会粘住哦？不会啊，因为我下面的粉够多的话就不。好，我们要来3折1哦，哈，往中间折。中间。第1折。3折了哈。第2折哈。好，那再来喽，再来弄它。
千万不要怕。而且啊，像做这种的，因为有油脂含量多的话，你千万不要在太热的地方。好，那你也是一样，要让它比较软一点，又要敲一敲，敲一敲。所以诀窍是不要硬赶，对，不要硬赶。你觉得紧紧的时候哈，你就把它敲一敲。对，好。也是要赶到跟刚刚一样大小吗？对，0.7公分，然后接着我要3折2喽。我们这样子就会有千层的效果哦。第2次的往中间折，也是一样。好像那个其实不难，对不对？当兵在折那个豆干面。对。那你下面还是一样粉，其实不难。好，这样子再来，最后喽，也是一样。还要再赶？再来啊！我们这样子层次才会够啊，要不然只有2层就不好看啊。所以刚刚这样3层，现在9层了，对。然后我们要做到几层？27层。所以再或者是说你也可以3乘4都可以。所以那个市面上说千层都骗人，没有真的千层。对啦，不可能压到千层吧？对啊，那可能真的要很好的技巧。哦，那为什么它要叫千层派呢？那个可能是要这样子才会吸引人家，好像很厉害一样。千层。好，也是一样哈，把它赶一下。这个时候，因为它已经层次多了哈，那就会慢慢的比较紧一点点。那其实你如果觉得紧，你也不要硬操作，你就可以让它休息一下，放在冰箱里面松弛一下，那等一下再拿来那个整形会比较好操作。然后接着最后喽，最后一个3折，3折3，也是一样，我是把漂亮的面先留着。一样，我再把它赶。所以你其实都是靠近桌子那一面比较平整的，对，把它要折的时候往外面，把它是外面的，对，然后比较不漂亮的折到里面来3折3，好了，这样子这个时候真的不能再动它了，我们要把它包起来，放在冰箱里面，松弛个半个小时左右再来操作，对，才 OK，要不然它的筋度会太紧了。好，另外呢，我们冰好之后啊，它其实就可以像老师这样把它赶开来，长长的，对，差不多是0.7公分左右。然后呢，我们用一个圆圈的模子压一下，一片一片的。哦，它这样就一片一片酥皮就出来了。对。好，我一定要用压的吗？用压的，它的大小会比较一致。那我就把它放进去蛋挞模里面，那把它推开来，那它的高度一定要高于这个蛋挞的模子。对。好，我们看一下老师推好的。推好的就长这个样子。那你的饼皮也不要太厚，也不要太薄哦。可是老师酥皮，我们是跟那个冷冻酥皮一样，不可以把它压扁。对，不可以把它压扁。对，好，这样子就可以了。友瑜要不要试试看？好，来试一个看看。试一个看看。好。那在我试的同时啊，老师待会要教我们做那个就是蛋挞液，对不对？对，内馅也很重要哦。来，我们先把牛奶先放进去锅子里面加热，然后加一点点的砂糖。糖量的话，自己做的糖量你就可以自己做调整哈。好，那把。所以我们今天老师你的这个配方是属于偏甜还是比较不会那么的甜，因为我觉得那个皮已经热量很高了，那我们糖量就不要那么的多。所以老师的配方的糖已经是不会很多的了。对。然后接着我们把蛋黄，对，那我们吃那个蛋挞里面的蛋。为什么会那么香？就是只有加蛋黄，没有加蛋白。对，只有用蛋黄。对，然后接着把动物性的鲜奶油把它放下来。好，搅拌均匀。然后这边的牛奶跟糖煮好了之后，把它冲进来里面。好，内馅就这样子。这样子，对，就完成了，非常的简单。好快哦。对。皮很复杂，那我们内馅很简单。我才一个才捏好，老师内馅就好了，非常简单。那最主要哈，我们的内馅要让它很咕溜啊，就是要过筛。要过筛很重要哦。对，然后把它过筛，把里面的杂质都去掉。
好，哎，那这边我们要提醒大家烤箱预热了，老师，我们今天要预热在几度？用200度左右。对。好，所以这边烤箱上下火都是200度，也可以先做预热的动作。OK， 那我就把它放进去量杯里面，等一下就可以填进去我们的蛋挞里面了。好，那其实如果蛋挞让它再松弛一下下，差不多松弛个15分钟左右哈，会更好。对，它就比较不会缩。对。那我们还是要把它捏的比我们的那个我这不够高，模子还要高。对，好，这样才可以。那我先放3颗就好了。好。把它填进去，那差不多是8到9分满，不要太多哦，太多的话溢出来哦。8到9分满，然后我们要烤多久的时间？烤差不多20到25分钟，看你的那个模子的大小。好，那这边我们就把它放进去。其实你也不用一次烤太多，你这样永远都可以吃得到刚出炉的。对，你可以多做一些起来，塔皮可以多做一些起来冰起来。然后内馅随时都可以做。好，待会回来呢，就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酥皮蛋挞到底有没有成功哦。我们这边啊，哎，你看它烤好的，好漂亮哦，好酥哦。你看那个边边有没有？其实蛋挞热热吃最好吃。所以我现在拿的这还有点温温的感觉耶。对，然后呢，怎么样判断说它烤的程度是好的没有？只要是蛋挞它不会晃动的很厉害，它表面会不粘黏你的手。对，这边吗？可以了。对，不粘黏你的手。如果有粘黏的话，就表示它还没有熟。不粘黏你的手就可以了。那其实为什么我要故意把它烤到焦焦的？才会香，才会好吃。所以这又有一点像葡式蛋挞的那种感觉，对不对？做法跟回顾呢，这边我们要再次来提醒大家一下哦。先来看看到底有哪一些重点提醒哦。酥皮蛋挞用到的材料有千层酥皮的部分，油心、低筋面粉200克、白油200克、奶油135克、水皮、中筋面粉100克、白油20克、细砂糖10克、鸡蛋20克、水45克、蛋挞内馅、蛋黄85克、细砂糖70克、鲜奶油250克、牛奶125克。做法的部分，千层酥皮先制作油心的部分，将奶油加上白油以及低筋面粉拌匀，放入冰箱冷藏30分钟。接着制作油皮，将中筋面粉、白油、细砂糖、鸡蛋、水拌匀，同样放入冰箱冷藏30分钟。冷藏好的油心以及油皮，将油皮包入油心，擀压3乘3次，再放入冰箱松弛30分钟。接着取出擀成0.7公分的薄片状，放上模型备用。蛋挞内馅，先将牛奶加上砂糖煮至融化，接着在另一个搅拌盆里将蛋黄加鲜奶油拌匀，最后将所有材料拌匀之后过筛。蛋挞内馅倒入千层酥皮当中，即可放入烤箱，以上下火接230的温度烤20到25分钟即完成。香不香？好酥哦！你看它外面就是一层一层的，你其实拿起来你就会觉得它非常的就是组织很松，对，所以它就会一直掉一直掉。其实我建议你还是用那个才不会掉，对，才不会掉得到处都是。把它衬着。然后呢，因为它的外面的那个酥皮的那个层次够酥，对，然后里面呢，其实蛋挞它是有点滑滑，像蒸蛋一样，所以它其实搭起来那个口感就是层次非常的分明，你就会觉得哇，好棒的那种滋味哦。偶尔吃一下有罪恶感的也没关系，夏天运动量比较多，对，很快就可以补回来了。今天谢谢嘉颖老师，也谢谢观众朋友，希望大家自己在家里都可以试试看哦。我们下礼拜见，拜拜。